新加坡力挺中国，公开场合提出2点有效建议，也就是继美国、菲律宾之后也得难受了。大家好，欢迎来到赵太阳观察室。伴随着美国与菲律宾之间的互动不断的增加，导致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外界对此呢很担忧啊。近日，新加坡防长黄永红在公开场合就说了声称地区呢面临巨大威胁一旦这种威胁变成冲突，其破坏力将会远超乌克兰冲突的规模。那么说出这番话呢，其正在进行新加坡樟宜展览中心开幕式的致辞。在这样一个场合下，他声称如果欧洲和亚洲同时爆发冲突，对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而言呢都是一场灾难。当然，此番警告有一个主角呢，就是菲律宾。尽管他没有点名菲律宾，但呼吁东盟国家共同努力，避免类似的冲突发生。现如今，亚洲地区说要谁的动作最危险呢？自然是菲律宾莫属压根儿就不用想。新加坡方面正在试图敲醒马克思政府，为此呢，黄永红还专门提出了2点有效建议。第一，未来10年防止冲突发生是东盟国家的首要任务。第二，针对南海问题，他希望中国能进一步与东盟国家落实南海行为准则，缓和地区局势以及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考虑到这场会议活动在俄乌冲突持续的升级以及中美关系加剧紧张的敏感时刻来举行，另外加上黄永红的这一番话，不排除新加坡呢是在借这个平台来试图维护和加强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一方面，新加坡希望菲律宾能尽快的清醒，不要再制造地区的紧张局势，而另一方面，我们都知道美国才是造成地区紧张的罪魁祸首，仗着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那美国接连拉上日本、韩国、菲律宾等中国的周边国家拱火搞事儿。虽然日韩菲律宾等国家充其量只是美国的帮凶，但即便是帮凶，必要时刻也是得敲打的。此番新加坡呢，就是在变相提醒其他东盟国家不要像菲律宾那样充当美国破坏地区稳定、制造地区事端的帮凶。所以纵观当前，新加坡相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而言是清醒的。别看新加坡是美国的盟友，但一直以来不管是南海问题还是台海问题，该国都是避免选边站队的。究其原因，新加坡很清楚中美博弈的情况下选边站的下场。好一点的像菲律宾那样沦为美国反华的附庸，坏一点就是被美国榨干全部，变成马前卒的同时，还在源源不断的递交保护费。当然，美国也可以直接上手去抢，但该国还是给了一些破铜烂铁，新加坡自然是不想这样，所以该国一直在寻求一种平衡的关系，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而如今新加坡也在努力做到这一点。据悉，在此次公开替中国给菲律宾警告之前，新加坡也没有顾及美国的感受。前不久呢，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前往新加坡参加联合军演，而这种情况与中国展开军事活动，很明显一点就是针对美国。不过当然，新加坡也做得不过分仅仅是用一场军演让美国难受而已。毕竟新加坡和其他东盟国家在安全上也离不开美国。总的来说新加坡的做法是很符合国际利益的。虽然没有明确选边站，但只要该国一切做法是建立在国家利益基础之上，那就不用担心会像日韩等国家那样一味的紧跟美国身后。当然，连美国都被针对了，马克思政府也就别再幻想有什么靠山了。事实证明，在新加坡这儿呢，有靠山也没有用。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您的精彩评论。